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推一期热点12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韩国总统尹锡悦导演了一场戒严的闹剧。虽然戒严只持续了6个小时，3日晚上10点25分左右，尹锡悦突然宣布监视会议，宣布为应对反国家势力。那他所说的是韩国的安全和自由受到一些从北者，就是从朝鲜来的人的威胁，宣布实施了紧急戒严禁止国会和一切政党的活动，对很多民众的权利也受到了限制。收到这个戒严令以后国会议员马上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是190票反对这个戒严令，投票过半数，一共有300票。其中李在明领导的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占据了170个席位。这个李在明也是尹锡悦在总统竞争当中的2022年的一个总统竞争的对手尹锡悦的国民力量党只有108个席位，最后宣布总统戒严无效。尹锡悦在人事任命和国家预算的许多法案都被议会以决策不透明拒绝。同时，李在明领导的共同民主党还在调查尹锡悦的夫人涉嫌收受财物的权钱交易案，看样子是要把尹锡悦拉下马所以尹锡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宣布国家戒严，实行总统专制这把玩大了，这才导致了这场闹剧的上映。尹锡悦最初因为带头调查李明博和朴槿惠而声名鹊起，在文在寅的支持下成为总检察长，然后在2022年总统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战胜李在明获胜。尹锡悦上台以后的外交政策比较激进，一改文在寅时期对朝鲜的缓和局势，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同时还在寻求与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然而在2022年上任以来韩国民众对经济和政策状况的不满表达强烈，抗议声也是此起彼伏。尹锡悦的支持率一路下滑，目前的民调显示只有30%的支持率这些暗示让他可能早早的进入了我们所说的跛脚鸭总统或者是瘸腿总统的时代。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今年4月份的选举，韩国国会选举结果为李在明的反对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获得了170票的席位总共300票。如果在各项议案表决时不能通过半数150票，那么基本政令难出青瓦台。尹锡悦在戒严闹剧收场后肯定会面对弹劾或者是各项指控，离进去也不远了我们说的青瓦台的风水局又开始转动起来了。韩国目前有13任总统，除去文在寅去过白头山受洗，得到过元帅的加持能够平安到站下车其他无一幸免，或羁押或自杀，甚至被暗杀，总之无一善终。这么说吧，我们不能全信玄学，那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青瓦台有如此的杀伤力。第一个也是很明显的随着逆全球化风潮的兴起，利益格局的重塑，在选票为王的民主国家，这种极右翼的政治表达已成为危险的趋势所谓的民主越来越被视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表达，以维护民主权利、国家安全为理由，总统不断地动用宪法赋予的特权来排除异己，捍卫自己的选票。其背后不只是对国家公共权力的乱用更是社会不同利益群起矛盾不能调和、社会撕裂的一种表现。上台以来，尹锡悦就是这种情况多次指责反国家势力对韩国自由社会进行扰乱，甚至把一些政策分歧也上升到了捍卫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上去作为硬核吹牛小能手，我们一定要看到背后的根源。韩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出色的经济表现，韩国等是被认为是2战后亚洲国家经济起飞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将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人均 GDP 只有92美元，还不如北方的朝鲜，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亚非国家的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均 GDP 从原来的92美元增加到了现在的33000美元。的确，相比过去的贫穷，韩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化，在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转型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体制改革之后，贫富差距、阶级固化导致的韩国经济社会已经出现了不能协调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并且每次总统大选都会让这些矛盾和对立重新撕裂一次。如今韩国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包容度越来越低，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趋于极端化，因为我们知道社会发展到阶段，蛋糕做大越来越难，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更容易进入零和博弈，自然就会对保住自己的现有利益表现得更加的焦虑和敏感。非有即极，非黑即白，这样的政治逻辑由此形成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韩国政客更以胜选为首要目的，不择手段的拉拢和打击对手，攻击对方弱点和黑历史，利用民众情绪来获得选票上的支持。
制造一些世代对立、性别对立和阶级身份对立，就连地域之间的对立也是选举政治中的一张牌。我们经常听到的什么湖南圈啊，湖南圈包括光州、全罗南道，还有我们说的岭南圈，包括釜山、大邱，还有上清北道这些地方啊。再加上韩国更是粉丝文化的发源地啊，更是让这些伤口难以愈合。通常新总统上台之后，他们通过民族情绪，例如制造反日的民族主义，来加快伤口的愈合，像朴槿惠、文在寅都这样做过，同仇敌忾来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但对于重振日韩双边关系的尹锡悦来说，这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尹锡悦上台以来，不仅没有为调和两党矛盾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付出足够的努力，他还亲自下场激化了矛盾。2023年，教师权利、学生权利之争一度成为社会热点。2024年开始的医疗危机、医生集体抗议、医生扩招，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更是点燃了性别对立的矛盾。男女性别对立矛盾在韩国由来已久。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啊，尹锡悦试图令男性青年对反向性别歧视的不满，而赢得该群体的支持。身份政治、标签政治已经是选举政治当中重要的拉票手段。这个味道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啊？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也能发现这一点。其次，深层次的矛盾还是蛋糕做大越来越难。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韩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放缓啊。随着数字经济和全球化战略的疏脱，低技能的劳动者处于劣势，收入分配差距从1990年代开始拉大，制造业与服务业、重化工业与轻工业啊，财阀大公司与民营小公司之间的生产差距也越来越扩大，国民获得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变得越来越难，社会矛盾急剧的增加。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它会是制约未来韩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啊。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韩国的生育率为 0.72 人。基于世界生育率 2.25 人，除了澳门、香港之外，排名倒数第三。预测2072年韩国总人口数将从今年的5200万减少到2072年的3600万人啊，其中老龄人口占 47.7%，在世界236个国家中排名第2，仅次于波多黎各。这意味着未来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意味着通过更多的债务或者是更高的税收来满足老年人的医疗和福利开支啊。从 FDI 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来看，国际资本对韩国未来没有抱有积极的态度。再者，我们谈一谈性别矛盾啊。根据《经济学人》的统计，韩国对女性的歧视十分普遍。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高达 31%， 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中最大的。《经济学人》一直将韩国列为其分析的29个发达经济体中女性工作环境最差的国家。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男女参与率相差17.4个百分点，远高于英国 8.3。还有美国 11.3 这样的百分点，这个数值代表的大小，代表性别不平等的程度，也表明了韩国有更多的女性选择成为职业家庭妇女。这也是这几任韩国总统面对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有助于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另一个是对财阀经济的依赖啊，国家丧失了在经济活动中自主性和决定性的作用。韩国财阀掌控着韩国的经济命脉，在制造业领域，前30大的财阀企业的雇员占到了总雇员的 10.7%， 销售额占到了总销售额的 45%， 资产比例占到制造业总资产的 50%。在金融领域，韩国14家最大的财阀企业用5万多亿韩元持有了78家韩国金融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份。基于这些股份，韩国财阀对银行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实体经济到金融部门，财阀控制着韩国经济的命脉。财阀不仅在经济领域拥有巨大的话语权，作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想通过一个民选总统去触动这些豪强财阀的利益，基本等同于匹夫撼树。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东晋时期的豪强大都。这些财阀的利益交织，直接可以影响到国家的命运，还有改革的方向。他们留给基层人民分食的蛋糕只剩这么点儿，还要把人群分成湖南圈、岭南圈、男人圈、女人圈，挑起人民内部矛盾，发动群众斗群众直接让人民群众忽视了财阀拿走了大块蛋糕的事实。另一个是韩国财政的负债高，可能阻碍韩国未来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高负债水平。2023年的第2季度韩国非金融部门的信贷占 GDP 的273%。根据经济学家的统计，非金融债务累计超过 GDP 的250%，就会开始严重损害增长。此外，在国家政策上也存在着分歧，左派推崇一个勒紧市场经济的缰绳，右派一直鼓吹财阀才是韩国经济的命脉包括亲朝疏美、亲美疏朝，这各种国家政策都是
产生分歧的由来。再一个是国家政策不能自主，也是韩国政坛飘摇的原因。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在或许诚心寻求与韩国第二次接触的机会，以提高等王的威望。那么韩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对朝鲜的强硬态度。特朗普不仅寻求对盟友征收关税更加要征收驻军的保护费，这些钱引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期间，华盛顿与首尔之间产生摩擦的风险会越来越大。此外，地缘政治冲突也带给韩国很大的不确定性。除了北方朝鲜的直接威胁，从中美全面竞争的格局下，韩国随时面临选边站的问题撇开主义不谈，我们从真金白银上来看，韩国的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对韩国 GDP 的贡献率约为44%，其中24%的出口和服务交往中国，17%的产品和服务交往美国。所以，中美之间的博弈对韩国今后的贸易政策会带来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现阶段一直试图维持中韩贸易稳定实现互利共赢，但是美国新出台的芯片法案，还有川普上台之后的促使制造业回流的政策，都会给韩国带来压力。从半导体行业来看，韩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这其中是排名前10的半导体的公司，这两家公司也是列为全球半导体公司之列。三星是仅有的2家能够生产尖端 CPU 和 GPU 的制造商之一另一家是台湾的台积电。随着美国企业获得政府补贴以扩大国内生产，三星和海力士等韩国企业可能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为了避免美国的关税，韩国企业可能会被迫增加在美国的投资，这会导致优势产业的转移，国内生产工人的不满。综上，我们看到，不管是着眼于长远还是眼前，要解决韩国长期积压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管是尹锡悦下台，还是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上台，都很难解决青瓦台的风水问题。或许要乘上白头山寻找破局之法谢谢。